你知道能杀死鳄鱼的鸟类有多恐怖吗？你见过400度热水都煮不熟的螃蟹吗？眼前的这些奇怪的动物，相信很多领导都是第一次看到。它们独特的外表与我们平常看到的动物都有着巨大的反差。由于这些动物都生活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偏僻之地，外加上它们的数量也非常稀少，所以就导致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活到80多岁，可能也不知道有这种生物的存在。本期视频，黑头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大多数人都从未见过的罕见生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蓝角尖鸟。这是原产于东太平洋热带地区的一种海鸟，它的体长可达90厘米，翼展可达 1.5 米以上，体重约为3斤左右。蓝角尖鸟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双亮蓝色的双脚，这双脚除了用来走路，另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找对象。蓝角尖鸟找对象不需要车房的加持，也不用出高价的彩礼。当遇到心仪的姑娘时，它只需要将一只脚抬起来，就能让对方主动对自己投怀送抱。因为蓝角尖鸟脚掌颜色的亮度，就意味着它的年龄与身体状况，颜色越是鲜亮的，也就代表越年轻，生育能力也就更强。而脚掌颜色比较暗淡的，通常年龄都较大，各项能力也相对比较虚弱，所以雌性蓝角尖鸟更倾向于选择年轻的小伙子来做自己的另一半。第9个，雪人蟹。这是世界上99%的人一辈子都无法亲眼看到的生物，因为它的生存环境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都无法适应的。雪人蟹也叫基瓦多毛怪，它既不是螃蟹，也不属于龙虾，而是单独的一种深海甲壳类动物。2005年，人类首次在南太平洋大约2100多米深的海底发现了这个物种。它浑身雪白，腿部长有黄色的绒毛，看上去与龙虾、螃蟹有些相似，所以人们就将其称之为雪人蟹。雪人蟹的身上布满了细菌，而这些细菌就是它们为数不多的食物来源。这种生物生活在海底火山口的热液喷口上，这里的水温最高可达400多度，并且常年会向外涌出各种剧毒化合物。这些化合物对于大多数动物来说都具有致命的毒性，而雪人蟹却出乎意料的可以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繁衍生息。至于它们究竟是靠什么抵抗这种剧毒环境的，至今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第8个，鲸头鹳。它是世界上现存头部最大的鸟类，鲸头鹳也叫斜嘴鹳，它是生活在非洲东部的一种大型水鸟，主要都活动在一些人烟稀少的热带沼泽地区。它的外观非常引人注目，尤其是那个看上去又大又笨重的嘴。它的身高最高可达 1.5 米，翼展最长可达 2.6 米。它头部长着那个巨大的鸟喙，长度最长可以达到24厘米。这个鸟喙虽然看上去貌似非常笨重，但实际却犹如刀片一样锋利，一口下去能够轻易地穿透鳄鱼的皮肤。在野外，它主要以各种鱼类、蛇类、蜥蜴和小型的鳄鱼为食。它的捕猎技能也相当高超，人们发现鲸头鹳的猎杀目标通常都要比其他大型鸟类要更大。在非洲，人们发现只要是1米以下的鱼类，它几乎都可以将其猎杀。这种独特的鸟类通常都是独居，除了繁殖季节外，一般很少会一起出现。外加上全世界的鲸头鹳数量仅为5000多只，所以想要亲眼见它们一面是非常困难的。第7个，马来貘。我敢打赌在座的大多数领导都没有见过这种生物，它看上去不像熊，不像象，不像猪，也不像鹿。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个家伙就是一个四不像。它其实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貘科动物。眼前的这位就是生活在东南亚地区的马来貘，也叫亚洲貘。马来貘是所有貘科动物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可达 2.5 米，肩高为 1.2 米，体重最重可达1000斤以上。这种生物主要的生活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各种森林里，它是一种纯食草动物，主要以各种植物的叶子为食。在马来西亚，它的地位等同于我们国家的大熊猫一样，都是国宝级动物。马来貘的头上没有坚硬的犄角，也没有尖锐的爪子和锋利的牙齿。它的体型虽然非常庞大，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威胁。它是一种非常胆小的动物，一旦遇到了危险，除了逃跑，基本上不会表现出太大的攻击性行为。它的逃跑能力非常出色，无论是在杂草丛林的原始森林里，还是寸步难行的泥潭沼泽，对于马来貘来说，基本上如履平地。成年后的马来貘体型巨大，在野外几乎没有什么天敌。第6个，古虾。你见过能在水里放枪的虾吗？眼前的这个长有一大一小钳子的家伙就是古虾。古虾也被称为手枪虾。这种虾虽然看上去平平无奇，但它却是潜艇的最大威胁之一。
虾前面长的那个大钳子能够以极快的速度迅速合拢，并向外产生类似于手枪射击的声音。它每一次合拢都可以向外产生高达每小时100多公里的高速水流，这种水流的冲击力可以直接将一些小型生物杀死。当这个水流出现时，会形成一个叫做空穴现象的微小低压气泡，随着压力恢复正常，水泡破裂就会发出高达218分贝的巨响。这种响声强大到足以让潜艇都避开声呐探测。如果一大群古虾集结在一起时，发出的响声能够严重的干扰潜艇的水下通讯和声呐系统。第5个，曼加利茶猪。眼前的这个披着羊皮的猪，就是产自匈牙利的曼加利茶猪。此猪的身上长有一层类似于绵羊一样的卷毛，看上去非常奇特。虽然它的外表像羊又像猪，但这个家伙实际上跟羊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它实际上是匈牙利人在19世纪时利用匈牙利猪和欧洲野猪以及塞尔维亚野猪杂交培育而成的新品种。曼加利茶猪既保留了家养猪温和的性情，也继承了野猪超强的适应能力。无论是环境舒适的农场里，还是寒冷刺骨的低温环境下，曼加利茶猪都能很好的适应周围的环境。更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们不但不需要人类太多的照顾，而且自己还能很好的照顾好自己的幼崽，基本上不用饲养者费心。这对于一些养猪的农场主来说，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另外就是曼加利茶猪的脂肪要比普通的家猪要多1到2倍，这种肉质是做火腿和香肠的最佳原料。由于它的肥肉重量和瘦肉重量基本持平，所以曼加利茶猪也被人们称之为猪中和牛，也就是说这种猪的肉质是相当好的。当然了，它的价格也是普通猪的好几倍。第4个，六角恐龙。六角恐龙并不是恐龙，而是一种蝾螈，它的学名为墨西哥盾口螈。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水生两栖动物，原产于墨西哥，主要都生活在一些湖泊中。这种生物最独特的一点就是永远不会老去，它在成熟后便会持续保持着水生幼体的形态，直到死亡。它的外观与幼年时期并不会发生太大的区别，虽然得不到长生，但却拥有不老之术。它的体长最长可达30厘米，体重也就在100克左右。除了不会老去，它还拥有非常强悍的肢体再生能力，受伤后不但不会结疤，而且还能完好的生长出新的组织。无论是手臂、尾巴、器官、眼睛，甚至是大脑被砍掉一半，它都可以实现再生。这种能力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动物来说都是无法实现的。正是出于其神奇的再生能力，早在上个世纪，科学家就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了。如今研究成果究竟如何，人类有没有可能借助它的能力实现肢体再生，至今为止仍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第3个，宽吻黑脉枭蝶。宽吻黑脉枭蝶也叫透视蝶或者玻璃蝴蝶，这种蝴蝶生活在南美洲的中部地区，主要都活动在一些热带雨林里。它的翅膀是透明的，当附着在一些颜色不同的植物上时，光线和周围的环境颜色就会透过它的翅膀，帮助其完好的隐藏起来。它的翅膀虽然看上去跟玻璃一样平滑，但实际上结构非常复杂。放大后，人们发现它的透明翅膀上覆盖着一层类似于蜡一样的纳米柱，这些纳米柱可以阻止光线的反射，即便是在夜晚光线照射到翅膀上时，也不会产生任何的反光。这种隐形技术可以帮助它们完美的将自己隐藏起来，躲避任何潜在的捕食者。它与大多数的蝴蝶一样，也是以花蜜为食，只不过这种蝴蝶吸食的花蜜中有很多都带有剧毒，它们会将这些有毒生物碱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用来抵御捕食者的攻击。所以在南美洲遇到这种透明的蝴蝶，千万不要手欠，因为它是有毒的。第2个，马达加斯加长尾灵猫。眼前的这个看上去像狗又像猫的动物，就是马达加斯加最大的食肉动物长尾灵猫。科学家第一次见到这个物种时，也分辨不出它究竟是猫还是狗，因为它看上去既有猫的特征，也与犬科动物有些相似。走近一看，身上还有些黄鼠狼的影子。其实它不是犬科，也不属于猫科，而是单独的灵猫科动物。马达加斯加长尾灵猫的体型相当于一头小型的美洲狮，它的体长可达80厘米，体重可达17斤。这种生物的脚上也长有类似于猫科动物一样可以伸缩的爪子，能够在树与树之间灵活的跳跃。它是一种食肉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中小型哺乳动物为食。这种罕见的灵猫仅分布于马达加斯加，数量非常稀少，据估计全世界的数量仅有几百只左右，非常罕见。第1个，鹿豚。有些动物的名字咱也不知道是谁起的，眼前的这个满嘴獠牙的恐怖生物就是鹿豚。
它不是鹿，也不是豚，而是一种野猪。鹿豚的獠牙长得非常张扬，看上去相当恐怖。这种生物主要都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苏拉维西岛附近，一般都活动在一些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它是一种猪科动物，在野外主要以各种植物的树叶、根茎和果实为食。鹿豚的体长可达1米以上，体重约为200斤左右。这种生物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那向上生长的獠牙。大多数动物的上犬齿都是向下生长的，而鹿豚的上犬齿却是向上生长的。在生长的过程中，它的犬齿会穿透皮肤，一直生长至它们的额头。如果不自行处理，这些犬齿就会刺破它的头骨，最终实现自己杀死自己的壮举。这种现象只发生在雄性鹿豚的身上，雌性没有。不过一般情况下，等犬齿长到一定的长度时，它们就会自己利用树干给磨掉。自己被自己牙齿杀死的情况虽然出现过，但却极其罕见。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听说过报丧鸟吗？你知道猫头鹰飞到自己的家里究竟意味着什么吗？民间有句俗语说，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不怕夜猫子叫，就怕夜猫子笑。这里所说的夜猫子其实就是猫头鹰。猫头鹰的学名为枭，它是一种非常凶猛的猛禽，分布范围极其广泛，在全世界单是种类就多达240多种。它们长相恐怖，性情凶猛，关于它们的传说也极其惊恐。传说猫头鹰如果站在谁的家门口连叫3天，那么就预示着这户人家在未来的几天将会有人去世。这个传说虽然并没有什么科学依据，但经过人们研究发现，猫头鹰的叫声与人类的死亡的确存在着一种联系。外加上猫头鹰多数都是夜晚出没，并且它们的叫声听上去非常恐怖，因此在很多地方，猫头鹰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种不祥的动物。那么猫头鹰究竟有多可怕？它真的可以预示人类的死亡吗？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世界上最可怕的10种猫头鹰。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谢谢。第10个，苍枭。这是一种长相非常恐怖的猫头鹰，它长有一个白色的脸部，看上去非常诡异。由于其脸部呈心形，看上去与猴脸有些接近，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之为猴面鹰。与大多数的猫头鹰一样，苍枭也是白天睡觉，到了夜晚才会出门觅食。这个家伙不但外形恐怖，它的出没范围也让人不寒而栗。据观察发现，苍枭通常喜欢出没在一些破旧老宅以及一些坟地或者废墟中。总之，越是阴森恐怖的地方，它们越喜欢去。一只成年苍枭的体长可达39厘米，翼展最长可达95厘米。它的翅膀下方与肚子上的羽毛为白色，并且在飞行的时候非常安静，所以每当苍枭飞过头顶时，抬头看上去就像是一个白色的幽灵一闪而过一样，非常恐怖。另外就是这种猫头鹰的叫声也非常凄厉，听上去就像是人在受酷刑时发出的惨叫声一样。出于人们对面向诡异生物的恐惧心理，所以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人们都将这种猫头鹰看作是一种不祥的鸟类。第9个，澳大利亚蒙面枭。澳大利亚蒙面枭也叫大草枭或者澳大利亚面具猫头鹰。这种猫头鹰的脸部与苍枭一样，看上去就像是戴着一个白色的人脸面具一样，非常恐怖。它主要都活动在澳大利亚的非沙漠地区，通常都栖息在一些潮湿的森林里。它的外表看上去虽然与刚才的苍枭很接近，但体型却要比苍枭大很多。一只成年澳大利亚蒙面枭的体长可达57厘米，翼展最长可达 1.2 米以上。它的爪子强壮有力，性情也异常凶猛。在野外，它主要靠捕食各种啮齿类动物为食。在捕猎时，它可以利用锋利的爪子直接将猎物的皮肉刺穿，给猎物致命一击，非常凶猛。第8个，横斑林枭。这是一种生活在北美地区的大型猫头鹰，它的体长可达46厘米，翼展最长可达1米以上。横斑林枭也叫斑纹猫头鹰，它的身上长有白色的横斑，整体看上去外形比较吓人。它是北美地区最常见的大型猫头鹰之一，在全世界的数量可能高达300万只。与其他的猫头鹰一样，横斑林枭也是在夜间活动，它们通常都栖息在荒无人烟的原始森林里，一般都隐藏在阴森茂密的树林中。虽然从视频里看上去它可能并没有多恐怖，但当你在野外真的碰到它时，就知道这个家伙有多可怕了。横斑林枭是一种非常凶猛的捕食者，并且它的领地意识很强。当有其他鸟类或者动物进入到它的领地之后，它就会想尽办法将其赶走，或者直接将其猎杀。与其生活在同一片区域内的动物，一般听到横斑林枭的叫声之后，就会自觉离开它的领地。在野外，无论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包括水里游的，只要是横斑林枭有能力猎杀的动物，它几乎都会捕食。另外就是这种猫头鹰不仅对其他动物比较残忍，对待自己的同类也非常无情。据观察发现，一些成年的横斑林枭之间存在着同类相食的现象，饿极了可能连自己的孩子都会吃，那就会相当凶残。再有就是这种猫头鹰的寿命还很长，如果在圈养的条件下，它的寿命最长可达34年，这在鸟类中已经算很长了。第7个，
乌林鸮，它是世界上体长最长的猫头鹰，主要都生活在北半球。这种猫头鹰长有一个大圆头，面部的皮毛为灰色，因此它也被称为大灰鸮。这个大家伙的体长可达84厘米，翼展超过了 1.5 米。可能是由于体型太大的原因，乌林鸮通常不喜欢自己筑巢，它一般都会抢占或者寻找一些其他大型鸟类的旧巢穴藏身，有时候也会在一些古老的大树空洞里休息。总之就是它们从不自己给自己盖房子，哪里能住就住到哪里。乌林鸮具有非常出色的听力，它们仅凭耳朵听就可以锁定猎物的位置，并将其捕获。在野外，它主要以各种小型啮齿类动物为食，主要食物来源就是各种鼠类。在它的活动范围内，乌林鸮几乎没有天敌。这种体型庞大的猛禽，主要都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北部和北美地区，在我们国家仅分布于大兴安岭，非常罕见。第6个，猛鹰鸮，它的另一个名字叫强大的猫头鹰。正如它的名字一样，猛鹰鸮的性情非常凶猛且暴力。这种猫头鹰原产于澳大利亚，它是澳洲大陆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也是其活动范围内的顶级捕食者。细心观察不难看出，猛鹰鸮的头部与很多大型猛禽非常相似，它是猫头鹰里最像鹰的一种猛禽。这种猫头鹰的体长可达60厘米，翼展可达 1.4 米，体重约为4斤左右。在野外，它主要靠捕杀各种树栖的哺乳动物以及鸟类为食。与其他猫头鹰一样，猛鹰鸮白天通常在树上休息，到了夜晚才会出门捕猎。它的捕猎手段非常高超，当有猎物靠近它时，猛鹰鸮可以准确地锁定猎物的位置，然后快速俯冲向猎物，利用锋利的爪子将猎物死死地抓住，等到猎物彻底丧失反抗能力的时候，才会将猎物带回巢穴慢慢地吃掉，非常凶猛。第5个，雪鸮，这是世界上唯一一种白色的猫头鹰，它主要都生活在北极地区。雪鸮是一种大型猛禽，它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鸟类捕食者。它的体长最长可达70厘米，翼展最长可达 1.8 米以上。在野外，它可以捕杀超过200多种小型哺乳动物，无论是北极兔还是体型较大的北极狐，都在雪鸮的食谱之内。由于长时间生活在气温寒冷的北极地区，所以它们需要大量的食物去保持自身的热量。到了冬季，每只雪鸮但是一天就需要吃掉7到12只旅鼠，一年下来，一只雪鸮就能够杀死并吃掉大约1600只旅鼠。它们的捕猎手段也非常高超，雪鸮的视觉、嗅觉以及听觉都极为灵敏，它们可以在很远的地方就将猎物锁定，然后利用最短的时间将猎物捕获。在抓到猎物时，像一些体型较小的猎物，雪鸮会直接将其整个吞下；一些大一点的猎物将会被雪鸮撕扯成小块，一口一口的吃掉。另外就是雪鸮与大多数的猫头鹰不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猫头鹰都是在白天睡觉，晚上出门觅食，而雪鸮则恰恰相反，它是白天活动，到了晚上休息。再有就是除了北极，在我们国家的东北、河北以及新疆地区，有时候也会出现雪鸮的身影，只不过数量稀少，极其罕见。第4个，乳黄雕鸮，它是非洲大陆现存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乳黄雕鸮也被称为巨型雕鸮，这种猫头鹰主要都分布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通常都生活在一些干燥的稀树草原上。它虽然被称之为巨型雕鸮，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世界上最大的猫头鹰，只是非洲大陆最大的猫头鹰。乳黄雕鸮的翼展可达 1.4 米，体长约为65厘米左右，体重也就在6斤左右。在非洲大陆，它是鸟类的顶级捕食者，几乎没有天敌。它的猎物也多种多样，像一些小型哺乳动物和其他鸟类，以及灵长类动物，甚至各种毒蛇和蜥蜴都是乳黄雕鸮的猎杀对象。再有就是乳黄雕鸮还是世界上唯一一种拥有粉红色眼皮的猫头鹰，它的眼皮通常为粉色，看上去就像是化了妆一样，非常迷人。第3个，毛腿鱼鸮。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猫头鹰其实就生活在我们国家，它就是毛腿鱼鸮。毛腿鱼鸮是一种主要以鱼类为主食的大型猫头鹰，它主要都分布在我们国家的大兴安岭以及小兴安岭和俄罗斯的远东地区。这种猫头鹰的体长可达77厘米，体重最重接近10斤，它的双翅展开的长度最长可以达到2米。这个大家伙一般都喜欢活动在深山老林的河流附近，因为它主要靠鱼类为食，所以不能距离河流太远。它之所以叫毛腿鱼鸮，主要就是它的腿上覆盖了厚厚的一层羽毛，这些羽毛可以帮助它们在冬季也可以伸到水中捕鱼。它是我们国家的2级重点保护动物，全世界的数量不到1000只，非常稀缺。第2个，美洲雕鸮。美洲雕鸮也叫大雕鸮，由于其性情凶猛，战斗力强悍，在空中就犹如老虎一样凶猛，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之为虎鸮。这是一种大型猛禽，原产于美洲，是美洲分布最广的一种猫头鹰。它的体长可达68厘米，翼展可达 1.5 米，体重约为5斤左右。美洲雕鸮的适应性极强，它生活在各种海拔高度上，无论是热带雨林还是高原荒漠，都是它们的活动范围。它长有一个非常粗壮的爪子，可以猎杀比自身体重大2到3倍的猎物，但唯一一个缺点就是没有嗅觉。我们都知道，大多数猫头鹰的嗅觉都是非常灵敏的，
它们不仅可以靠着嗅觉寻找猎物，甚至能够依靠嗅觉找到即将要死亡的猎物。这也正是民间那句夜猫子进宅无时不来的原因。人们将其称之为报丧鸟，其实并不为过。而且猫头鹰落到家中几天之后便会死人的说法也并不是空穴来风。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一些病入膏肓的人身体会向外散发一种特殊的气味，而这种气味其实就是身体即将腐败的味道，我们一般人是根本察觉不到的。但是猫头鹰依靠灵敏的嗅觉就可以轻易的锁定气味来源，然后被吸引过去。猫头鹰之所以会这样做，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腐肉，因为在野外，猫头鹰也有吃腐肉的习惯。当它在寻找腐肉的时候，如果正好遇到一些病入膏肓的人即将离世，那么就会被味道吸引过去。所以猫头鹰进宅并不能直接导致人类死亡，它实际上是被气味吸引过去的。这一点也正是为什么有些猫头鹰喜欢出没在一些坟地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很久之前，有些人去世之后身体并不会火化，过段时间身体腐败的气味也会吸引猫头鹰光顾。所以猫头鹰并不是什么可怕的鸟类，它反而还是一种对人类非常有益的动物。你知道吗？猫头鹰是世界上捕鼠能力最强的鸟类，一只猫头鹰每年可以吃掉大约1000多只老鼠，这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为人类保护了数吨的粮食，功劳非常的大。第一个，欧亚吊鸮。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凶猛的猫头鹰，也是体型最大的猫头鹰之一。欧亚吊鸮广泛分布于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我们国家的东北以及西藏和云南等地均有分布。这种猫头鹰的体长可达75厘米，翼展最长可达2米，体重最重接近10斤。它们通常都活动在远离人类的偏僻之地，像一些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就是欧亚吊鸮最理想的栖息地。它长有一双非常强壮且锋利的大爪子，这双爪子就是欧亚吊鸮的捕猎利器，杀伤力非常强悍。在野外，它主要以各种鼠类为食，除了鼠类，它还是为数不多的一种可以猎杀有蹄类动物的猛禽。如果说世界上最可怕的猫头鹰究竟是哪种，那毫无疑问就是雕鸮。欧亚雕鸮的爪子与鸟喙都非常锋利，它能够轻易地撕裂我们的皮肉。如果被一只雕鸮落到头上，它一爪子下去，直接就可以将我们的皮肉刺穿。如果换作是小孩子，那后果不堪设想。不过一般来说，你如果不主动去招惹它，雕鸮通常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如果在野外碰到，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尝试触摸或者喂它吃东西，因为谁也不敢确定下一秒究竟会发生什么。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你听说过人面兽吗？你以为《山海经》里的异兽真的不存在吗？你知道吗？在自然界，单是灵长类动物的种类就多达300多种，而我们人类常见的连1/10都不到。也就是说，世界上还有多达上百种猴子，是很多人一辈子都闻所未闻的。其中有些猴子的长相怪异，样貌吓人，一眼看上去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是传说中的鬼怪，但实际上它们是一种罕见的猴子。由于长期生活在荒无人烟的森林深处，所以就显得格外神秘。本期视频，黑土就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长相怪异的猴子。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白脸僧面猴。这是一种生活在中南美洲的树栖动物，它的全身通黑，只有脸部是白色的，一眼看上去非常吓人。这种猴子主要都分布在中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里，它们几乎终生都生活在树上，很少会到地面上活动。在野外，它们主要以一些果实、树叶、昆虫和一些小动物为食。白脸僧面猴的体型不大，尾巴很长，它的体长也就在35厘米左右，体重大约为5斤，寿命最长可达36年。这个家伙的跳跃能力极强，它可以在相隔10米远的树之间来回跳跃，非常灵活。当危险来临时，它可以借助自身优秀的跳跃能力实现逃生。这种高难度动作虽然可以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自己，但另一方面也会给它们带来杀身之祸。如果距离没有算好，一旦失手掉入河中，便会成为鳄鱼以及食人鱼这些凶猛生物的口中餐。另外就是这个家伙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是肠道却与大猩猩一样长，并且它的肠道可以抵抗很多植物的毒素。一些对其他动物可能会致命的有毒植物，对白脸僧面猴却没有什么威胁，抗毒能力很强。第9个，黑帽玄猴。眼前的这个长着一副国字脸的猴子名为黑帽玄猴，也叫黑帽卷尾猴。与刚才的白脸僧面猴一样，它也生活在南美洲的热带雨林里。这种猴子的头体长度可达49厘米，体重接近10斤。它们通常都栖息在海拔200到1100米的山地森林中，主要以水果和一些无脊椎动物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一些鸟类。它的面相看上去虽然比较呆，但智商却极高。
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黑帽玄猴的智商可以排进前10。它们不但会使用工具，而且还会制造工具。人们发现它们会用一块石头去敲击另一块石头，然后使其变成更好的形状，供自己使用。这一点是绝大多数的猴子都不具备的。除此之外，它们还会使用容器盛水，使用海绵吸收汁液等等，非常聪明。第8个，黑蜘蛛猴。眼前的这个长相酷似人类的猴子，名为黑蜘蛛猴，也叫红脸蜘蛛猴。这种猴子主要都生活在南美洲北部的原始雨林里，非常罕见。它长着一头黑色的毛发与一张粉红色的脸，一眼看上去与人类非常接近。这种猴子的体长约为55厘米，体重可达18斤。它的尾巴粗壮有力，并且能够像手臂一样灵活地抓住树枝进行移动。由于其四肢细长，外加上犹如手臂一样灵活的尾巴，所以当它们在树上活动时，远看上去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一样，所以人们将其称之为蜘蛛猴。黑蜘蛛猴的猴群会表现出裂变融合的现象。白天，它们通常都分为小群活动觅食，到了晚上便会聚集成上百只的大群在一块休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遇到危险时可以相互发出警报，然后群体打击入侵者，来保护自己的安全。在野外，它们主要以椰子、草莓和李子为食，有时候也会吃一些昆虫。如果在圈养状态下，黑蜘蛛猴的寿命最长可达33年。第7个，白耳绒猴。相信很多人第一眼看到这种生物时会被吓到，不过不用害怕，这个长相恐怖的生物并不是传说中的鬼怪，也不是什么人面兽，而是一种绒猴，它的学名为白耳绒。这种生物生活在巴西东南部的森林里，它的体型实际上非常小，成年白耳绒猴的体长最大也就在30厘米左右，体重通常连1斤都不到。它的面部从远处看上去就类似于一个骷髅面具一样，非常恐怖。侧面的耳朵处还长有白色的毛发，使其整体看上去特别吓人。不过不用害怕，它的外观虽然不太好看，但性情却非常温顺。白耳绒主要都分布在南美洲的最南端，通常都活动在原始森林里。在野外，它主要以一些水果、昆虫和一些小型脊椎动物为食。有时候找不到食物，它们也会吃植物的分泌物。与大多数的猴子一样，也是一种树栖动物，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树上。这个家伙除了长相恐怖点，对于人类几乎产生不了任何威胁。在当地，甚至还有人将其当作宠物饲养，所以还望各位领导不用过于害怕。第6个，黑冠猕猴。这种猴子不但脸部与人类非常接近，就连发型也相当哇塞。它叫黑冠猕猴，是分布在印度尼西亚苏拉维西岛附近的一种猴子。由于其头顶上的毛发看上去就类似于一个朋克式的金冠头一样，并且全身乌黑，所以人们便将其称之为黑冠猕猴，也叫黑猴。黑冠猕猴是一种中大型的猴子，它的头体长度可达60厘米，体重可达20斤以上，寿命约为25年。它主要生活在陆地上，一天中60%以上的时间都在地面上寻找食物。在野外，它主要以水果、树叶以及一些小型动物为食。由于其经常会破坏当地的农作物和田地，所以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地方，当地人将其当作害虫猎杀，并且还会吃它们的肉，非常残忍。也正是因此，使得这个物种在过去的30多年时间里，数量减少了75%以上。到了今天，黑冠猕猴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最濒危的灵长类动物之一。但即便是这样，在一些地区，这种猴子仍没有得到保护，它们经常会遭到人类的猎杀和屠宰。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黑冠猕猴不惧怕人类，甚至不会躲避人类，因此就使得它们很容易的就会被人类捕获和杀死。据估计，如果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下去，用不了多少年，这种猴子可能会在世界上彻底灭绝。第5个，纸猴。这种猴子不但外表可怕，关于它的传说比外表更加可怕。它的学名为纸猴，是一种仅分布于马达加斯加岛上的猴子。它的体型大小与普通的家猫差不多，纸猴的体长可达38厘米，体重约为5斤左右。它长着一副酷似狐狸的面部，耳朵却又很像蝙蝠，头部两侧的毛发咋咋呼呼的，看上去非常恐怖。最独特的就属它的手指了。它之所以叫纸猴，是因为这种猴子的手与人类很像，并且中间的指头细如铁丝，看上去非常独特。在当地，人们认为它是一种不祥之物，主要原因是因为纸猴的叫声凄厉，听上去就像人哭一样，比较可怕，并且它们还是夜行性，白天通常都趴在树上睡觉，到了晚上才出门觅食，夜晚碰到比较吓人。当地人认为，如果纸猴跳到自己的身上，就预示着死亡；如果被纸猴用他手上那根最细的手指指到，也会有厄运缠身。更有传言说，纸猴出现在哪个村庄里，就预示着会有村民死亡，非常恐怖。第4个，德氏长尾猴。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中部湿地地区的一种长尾猴，德氏长尾猴也叫白须长尾猴。它的头顶有一撮黑色的毛发，形状就像一顶黑色的博士帽一样，下巴处长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整体看上去就像一个白胡子老学究一样，所以人们也将其称之为博士猴。它是中非河流和沼泽森林的特有物种，也是长尾猴家族中体型最大的猴子之一。德氏长尾猴的体长可达60厘米以上，体重约为15斤左右，寿命最长可达30年。它通常都活动在一些竹林和干燥的山地森林里，一天的大
大部分时间几乎都在树上度过，只有早上和晚上的一小段时间里才会下到地面觅食。再有就是这种猴子的伪装手段非常高超，每当受到威胁或者碰到其他大型捕食者的时候，德氏长尾猴就会将自己的身体蜷缩成一个球状一动不动，并且保持静止的时间最长可达几个小时，隐蔽能力很强。它属于一种群居动物，一群通常由一只雄性和几只雌性组成。与大多数的猴子一样，在野外它们主要靠一些植物和昆虫为食。第三个，赤秃猴。眼前的这个长相恐怖的猴子名为赤秃猴，它的面部通红，外形怪异，一眼看上去非常恐怖。别说在夜晚，即便是在白天碰到，也有可能会吓我们一跳。这种猴子生活在致命生物聚集的亚马逊雨林深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从未见过这种面相恐怖的猴子。研究人员经过3年的调查研究，才慢慢的解开了赤秃猴的神秘面纱。赤秃猴行动灵敏，样貌奇特，嘴里长有非常发达的尖牙，看上去相当恐怖。这种猴子的体长可达45厘米，体重约为6斤左右，寿命最长可达30年以上。在野外，它主要以各种植物的种子为食，有时候也会吃一些昆虫。在很多人看来，这种红脸猴子的相貌是非常丑陋的，但在赤秃猴的种群之间，脸越红，魅力也就越大。因为面色苍白的赤秃猴通常都会携带疾病，而面目通红的赤秃猴往往都拥有健康的身体，因此雌性猴子也就更偏向于选择健康的伴侣。第二个，鬼吠。这个就比较可怕了，它不但外表看上去非常恐怖，性情也格外的凶猛。鬼吠也叫黑面山魈，这种猴子主要都分布在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卡麦隆的西南部地区，通常都活动在一些低地森林以及沿海森林里。这种猴子的雄性和雌性间的体型差异极大，雄性鬼吠的体型几乎是雌性的2倍大。一头成年雄性鬼吠的体长最长可达76厘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而雌性鬼吠的体重仅为20多斤，两者相差较大，但无论大小都非常的凶猛。特别是领头的雄性鬼吠，力大勇猛，嘴里长有尖锐的獠牙，杀伤力极强。但即便是这样，它们的种群数量也到了濒临灭绝的边缘。鬼吠是非洲大陆最濒危的哺乳动物之一，几十年来，随着人类栖息地的不断扩张，使得鬼吠的栖息地一直在遭受破坏和减少，外加上偷猎者的捕杀，导致它们的数量一直在下降。据估计，到了今天，野生的鬼吠数量可能只有3000多只，非常稀有。好，第一个，山魈。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最凶猛的一种猴子，它长有一个颜色鲜艳的大花脸，看上去非常恐怖。这个家伙形似鬼怪，但实际上比传说中的鬼怪更加可怕。老话说宁遇豺狼不遇山魈，可不只是说说而已。山魈体型庞大，它站立时的高度可达1米，体重可达50斤以上。这种生物生性凶狠，攻击性极强。成年的雄性山魈脾气暴躁、凶猛好斗，它长有尖锐的牙齿和锋利的爪子，并且臂力也大得惊人。一旦发怒，就连一些小型的豹子也要对它们敬畏3分。如果在深山老林里不幸遇到这个家伙，是非常危险的。山魈主要都分布于非洲的卡麦隆地区，通常都栖息在热带雨林和热带草原稀树林里。它们是群居动物，一群通常由几百只组成，最多的时候，它的种群数量可以超过上千只在一起活动。在野外，它们主要靠各种植物的果实为食，有时候也会捕杀一些小型动物。与其他猴子不同的是，山魈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在地面上活动，只有到了晚上需要休息时才会爬到树上。它们的奔跑能力很强，最快可以达到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它们的胆子也非常大，到了食物缺乏的时候，它们也会组成上百只的大群，闯入人类的领地，破坏农作物，给农业带来巨大的损失。但人类总归是不好惹的，为了对付山魈，当地人曾对其进行大规模的猎杀，逐渐的就导致山魈的种群数量逐步的减少。由此可见，即便是这么凶猛的一种猴子，到了人类面前也显得非常渺小。毕竟人类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灵长类动物。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